经过我昨天在推荐这个旱牙小兄弟之后，就有很多小兄弟问我都不会玩旱牙，有没有法师位可以用啊？当然啦，就是我们的阿兹卡的朋友，我们的克里希花子，这次直接在 S 排位赛之后拿下 MVP， 这个英雄超级好用，而且一开始大家都有这个英雄啊。我超级推荐这个英雄，那到底该怎么玩、怎么戳撞、怎么用魔纹呢？差点说错，好好享受吧。看到对面单挑王哇，这个对面爱豆2技能控制到一技能谍影穿花，他想逃了吗？一个闪现过去，把他人头谍影穿花收掉。2技能又控制对面欧米茄子，然后不断的输出，等待队友到了1技能，再来个大招，把他人头又收掉，多么坦还是收掉。开启大招，把对面深渊魔龙哥德尔直接收掉，再来一个，救我们金小兄弟，把对面艾龙又收掉。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由小小银狐君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 S 排位赛克里希走中路的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克里希或者是玩过中路的话，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你是玩过其他路喜欢玩其他路或者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窝窝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克里希这个英雄呢，可以说是百搭型的一个法师英雄就是无论对面选什么阵容基本上克里希这个英雄对到90%的一个阵容都可以去很好的应付。那这个英雄呢，它其实从 S1 开始呢，就是传说对决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英雄就很厉害了。那一开始的克里希，当然伤害更加的夸张。那个时间点，一开始这个游戏可以说是做坏了嘛，因为那时候一个谍影穿花呢，就可能即便你是一个坦克都半血了差不多。那这里我们把中路清完之后，我们赶快过去上路的支援。再回到我们的中路，因为呢对面有这个欧米茄，让我们的景小兄弟呢先回一下城。我们的小兄弟是一个单人打对面双人线嘛，那这里看到对面的拉兹直接呢就绕后一点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刚刚呢我们不绕后的话，他打到的就不是沃马尔，而是我们。打到的是我们的话呢，不断的中他的波动拳，又要回家，那就掉经济了。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对面这个拉兹小兄弟，被我们小兄弟打走了。可是下路有集结了，看到下路集结叶娜这边打起来，我们开启大招，增加我们的一个跑速，然后让对面这个哥德尔直接呢就浪费了这个大招让他空了一个大。那这里对面是必死无疑的对面这位哥德尔，可是我们可以2技能先探一个草丛，因为刚刚看到艾罗这一个谍影穿花把它收掉，然后回首呢看一下艾罗到底回城了没，刚刚都没时间顾到这个艾罗小兄弟没所谓，还是把对面的哥德尔人头直接收掉。那如果对面的哥德尔是一个辅助位的话呢，可能呢也不会太先去理他，反而是绕红区，但他走的是一个凯撒路，那收掉他的这个价值就大了，把他收掉，下路外塔就要掉，再一个谍影穿花，把对面的一个蓝 buff 直接拿回来，2技能打到对面的这个拉兹1技能，这里呢不需再继续的进场了，对面就回包了，打太久的话，对面很容易回包。2技能呢完美的命中对面超级多的英雄，开启大招，这里一个艾罗，哇，2技能又控制，然后他还在，我们一个闪现过去，1技能单杀对面的艾罗小兄弟单挑王。那这里再把对面这个红 buff 呢，看到对面欧米茄，然后搭配我们叶娜小兄弟，看一下能不能拿到。最后呢，把他的这个红 buff 拿掉之后，再把他人头收掉。
在出装方面，我们出什么装备呢？克里希这个小兄弟，大家可以啊，一开始做大法球呢，就增加自己的容错率，而且在很后期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生命啊。那可是如果大家想在前期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前期打得比较不能说轻松，就是比较想要在前期就碾压对面啊。做一个小黄球啊，然后呢，直接的出一个鞋子。鞋子出什么鞋子呢？可以出磨窗鞋，又或者是冷却鞋。波的习惯是冷却鞋，毕竟不断的谍影穿花啊，是对别人、对对面、对线啊，像拉兹这种冷却低的英雄，会有一个更大的威胁性。这里看到对面这欧米加小兄弟不断的给视野，我们也是一个谍影穿花呢，不断的去给对面压力，等待兵线到来，最主要是等待中路兵线的这个到来，一技能打中对面的拉兹，然后看到下路有直接开启大招，把对面的戈德尔直接收掉。那这一把会拿到一个 MVP， 再看到对面的小兄弟，哇，这艾罗直接就被我们收掉了，不断的去整理兵线，这个时间点我们占了整队的一半的人头数。那当然啊，我们呢不是像有些小兄弟，大家可能看到，哇，这个收人头很多，可是输出量怎么只有10%？不是，这一把还达到一个很高的输出量。这里我们呢把中路兵线的不用整理了，燕娜小兄弟帮我们整理。那我们蹲在这个草丛，让对面误以为我们只有很少小兄弟啊。如果他们敢出来的话，我们就一个谍影穿花啊，搭配队友他们就没了。那如果对面就躲在塔内的话呢，那就算了啊。这里直接一个我们闪现出来，那瞬移闪现啊，我跟大家说很多次啊，不用太省的，感觉到不对劲啊，有机会就是需要用的话呢，就用了它。要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可能呢一个闪现啊就救了你一命啊，反而是省了一个闪现，掉了一条命，整个经济就会因为复活需要时间，那就反而掉了，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滚雪球的状态。看到对面哇，这戈德尔小兄弟一技能搅起来，大招不啰嗦，直接搅起来啊！那这里看到有集结，不断的一技能去骚扰，二技能呢整理我们的这个兵线，然后出到的装备呢，我们这个第3个装备啦，出的是一个爆裂法杖。那如果小兄弟们想你自己的容错率再更加高，可是我觉得真的不用了，因为像这一把已经达到去高端场了 S 场，可是克里希这个英雄啊，大家如果去做比方说恶魔的微笑，可以增加自己的容错率，那当然是可以。可是我觉得如果出一个爆裂法杖，真的会痛很多啊，爆裂法杖。然后之后呢，就出一个这个鬼魂的呢喃啊，这个小面具。那这个装备呢，就使得克里希整个法穿对于一个我们的法师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如果是法系打也更重要。这里开启大招，对面的艾罗呢，跑速不过我们快，先把对面的欧米茄子收掉啊。然后一技能哇打到对面的这个艾罗小兄弟，可惜这里对面哇回包起来3个夹着我们1个，那就没办法。鬼魂的呢喃之后呢，我们刚刚只献上了这一局的唯一1颗人头啊。鬼魂的呢喃之后，我们呢就会出一个巫妖皇冠啊，最大化自己的伤害，让自己的整个魔伤呢就出来了。在我们皇冠之后，一技能哇！直接把对面一个团灭，开启大招，再把对面下路的高地拆掉，不需要管中路啊上路兵线，把对面主堡拆掉，赢得这场游戏胜利，还有 MVP。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